到你了，抓到你了啊！小心不能再跑了。累了没？抓到了吧？夫人，少爷，马哥上山来了。马哥好像带来挺重要的消息，大当家的跟5大当家的全都在聚义厅等着您决断呢。走，走，我们走。我手下的弟兄从京口一路跟踪到上清江，秦少武和柳双儿亲自押着货物进山，随行护卫的是磐石堡自卫队秦大川的一中队。夫人有什么主意？消灭磐石堡武装，货物嘛，照单全收。好，我这半天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等消灭了磐石堡这个上清江最大的土豪，那么上清江所有的土豪就得对我的黑风洞乖乖的。马帮的行动路线必走领军大峡谷，那里是山外进入上清江的必经之路。领军是上清江的神，领军大峡谷就是我真妹子清算恶人的地方。夫人，秦大栓的一中队可是磐石堡自卫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啊。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我们扩充实力，他们呢，整军备战，两强相遇，拼的就是智慧和勇气。我也看见了，鬼鬼祟祟，形迹可疑。这个人是消失了，恐怕会有更大的危险在山谷中。大川，来，让弟兄们做好战斗准备。弟兄们，起立！不对呀，好像发现我们了。肯定是柳生儿从马九手下那个探子行踪上知道我们设了伏。奇怪呀，那个人一直跟在磐石堡的后面，怎么就暴露了我们前面的伏击圈？他从京口一路跟进了上清江，现在突然消失，等于提醒了柳双儿会发生危险的地点。哎，你那个结拜姐妹果然是不同凡响啊！你说，这仗我们怎么打？他们有了防备，恶战是避免不了了。哎，夫人。磐石堡的，他娘的，老子等候多时了。柳双儿，你要有胆量，就上前来跟我说话。驾！双儿，小心！姐姐，没想到我们姐妹在这儿见面了。你还想在什么地方见呀？我们姐妹同居上清江这么多年，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可以解释那些误会的机会呢？因为你是土豪，你忙着欺负穷人，
你的行为让我厌恶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想听你解释。看姐姐今天的阵势，我们姐妹是非要刀枪相向了吗？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可不是来跟你论姐妹的。秦场所家破人亡，2条人命，你磐石堡还欠1条。你背弃节义的誓言，这也要清算。姐姐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很伤心。就算姐姐要清算我，也真是会找地方啊。柳双儿果然聪明，看得出我的良苦用心啊。姐姐用心良苦。这个峡谷是当年我们姐妹生死患难的地方。你不配再跟我说生死患难的话。我真妹子拼着性命救出突围的人，现在竟然成了土豪。今天在这条峡谷里，我不但要清算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，我还要替黑风洞讨磐石堡的血债。夫人，少同这个土豪娘们废话！弟兄们，都准备好，干个土豪的！胖儿，少跟这土匪婆子废话。开水，来，准备仗了。弟兄们，备战争！大首领，2乡的好汉们，千万别开枪啊！山外来了东洋鬼子，逼得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求你们放我们过去吧！别！乡亲们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放我们过去吧！还是老百姓吧。保证，我们绝不会开枪的。都不许开枪，放他们过去。乡亲们，过去吧。谢谢2位大首领，老乡们，快到大深山里逃命去吧。2位大首领。2乡的好汉们，老朽风烛残年，行枪就木，求你们还是多听老朽几句求告吧。你们2家的冤仇，无非也就是贫富不同，无非也就是相互间欠着几条屈死的人命。可是那山外的东洋鬼子却杀了我们无数的人，并且烧毁了我们的家园。血海深仇，孰轻孰重？你们比比看，你们的枪口不应该再对着同宗同族的同胞啊，而应该对着山外的东洋鬼子。今天那位老人家的话，不仅点醒了我们，同时也点醒了真妹子和这半天。老人家说的话对啊，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，我们自己人还在仇杀，国之耻，民族之耻。上午，我们做过表率，号召上清江所有的土著部队开赴三江抗日前线，去保卫三江。好啊，我们来当上清江抗日的领袖，倡议各方武装，也倡议着黑风洞。我们可以倡议任何一个土著武装，就是不要去倡议黑风洞。为什么？他们不是中国人吗？我了解我那位甄姐姐，她争强好胜，心气高昂。
要是接受了土豪的倡议，他会觉得是耻辱。没关系，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地在上清江倡议，让他知道消息就好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点将不如激将，还把面子留给他，好主意。这也许是我们姐妹的一点默契吧。上清江所有的土著武装，包括各个山头，都接到了磐石堡的倡议，没有不应承的，愿意组成民军开赴三江抗战。怪就怪在他磐石堡唯独不倡议我们黑风洞。这是柳双儿的鬼心眼儿。夫人，项某没明白。二当家的，你觉得我能接受他们的倡议吗？那就是柳双儿在激夫人。接受土豪家的倡议是耻辱，落在土豪的后面抗战更是耻辱。那夫人是决心抗战？对。夫人，自打黑风洞投靠红军受了挫，几个当家的对离开上清江的行动特别敏感。夫人率众出山抗战，怕是要费番周折呀。只要他们还有血性，我就有办法。弟兄们，这地主土豪都成了抗日先锋，咱们光着脚的穷人，该不该落后，被人耻笑？在当今中国人的眼里，不管是富人、穷人，也不管是不是仇人，日本鬼子才是我们最恨的人。我相信，弟兄们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，也都有点血性和心胸。现在，我给各位当家的和弟兄们2个选择：有血性的，随我出战打鬼子；不愿意出山的，做乌龟、做王八，我也可以容忍。但是，要是有人胆敢阻拦随我出山抗战的弟兄，我一定把他当汉奸给办了，绝不容情。夫人，这是什么话？哎，这么大的事不同老子们商量也就罢了，你这么一说，不把弟兄们当成乌龟王八蛋了？老夫人，你也太小看弟兄们了吧？缩头乌龟才会去当汉奸，哎，谁当汉奸，谁他娘的就是孬种！好，弟兄们，那我们就在抗日战场上论英雄。愿随夫人出山抗战的，举起手来！大当家的，请你主持仪式，号召黑风洞的弟兄们出山作战。他奶奶的，这好娘们儿啊，有2下子，给老子下套！大当家的，我这可不是下套，在我心里，大当家的是条有血性的汉子。好，弟兄们，设坛，摆酒，祭旗，出征！下山去，从日本鬼子干他娘的！
战三江，咱就是英雄，真正的英雄。我为了决战三江，是做他的英雄。我为了决战三江，是做他的英雄。 国难当头，日寇狰狞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份。本欲服役，摘过年龄，心无游子，自觉轻盈。此其一面，时刻随身，伤时嗜血，死后果甚。勇往直前，不忘本分。 杀我！大帅，在。三江，屠杀我三江百姓，掠夺我三江财物。三江已无安宁。自盘古开天以来，我盘石堡的祖先们在三江这块地方上做出了榜样。天混沌，吐他个窟窿；地混沌，斩尽豺狼，不屈外辱。 保卫家园。今天，我同夫人挂帅亲征，率领弟兄们会合10万上清江民众，赶到战场，和东洋鬼子决一死战，保卫磐石堡，保卫三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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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保卫三江！保卫三江！保卫三江！山坳里边发现一支神秘队伍，走，上！他们把这宅子里的一家老小都弄到后山林中给杀了，还清除了痕迹。 灭门呐！哎，你说这帮孙子跟这家人多大仇啊？看他们的装束，像是山外来的，他们一定怕暴露什么秘密。哪儿？听听，之前马鹏说的什么话？他们他娘的说的就不是人话。 一个秀才都听不出来，读那些书都读到屁股沟子里边去了。大当家的，
我觉得他们不像马帮的人，像军人。军人。夫人，大当家的，他们杀的可都是我们上清江的人啊，绝不能饶了他们。对，咱们夜里给他来个偷袭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老二，俺弟兄们，咱晚上行动，劫了这批货。弟兄们，原地隐蔽，快！弟兄们，冲！给我杀！坏了，这帮人的枪比咱们的好。他们人手不多，这样我们分头进攻，分散他们的火力。听好了，4个中队分别进攻。是。弟兄们，上！双儿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出山抗战。姐姐，这会儿得相信了吧？我们姐妹果然是情缘未了啊！来，坐。是啊，咱们啊算是走到一条道上了。陈姐姐，我们早就发现这支神秘的队伍，他们杀了这一家人，断定不是什么好人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决定来个夜间袭击。没想到跟你们联手了。哎，好。咱们2家联手，今后就是打鬼子的朋友。进去。快，跪下，别动。堡主，夫人，从猪圈里又搜出2个活的。马凳子，哎，把这2个家伙给我活埋，为这家人报仇。是。慢着。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我々は日本人です。僕は測量士で、我々は戦士じゃないんだ。俺は空挺式だ。殺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何をしに来ましたか？秘密任務を遂行している。大帅，这2个人很重要，好好看押，不能处死，更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是。走。这2个是日本人。鬼子进山了？没有，目前三江还在中国军队手里。这一小股日本人是日军特遣支队，化妆潜入山里，担负着秘密任务。双儿，你怎么能听得懂他们的话呀？我在南洋生活过一段时间，所以会一点日语。
但是程度很浅，所以刚才听不太明白。但是我问出他们的身份来了，一个是工兵测绘，一个是空降指挥。他们刚才说了，日本人绝不做俘虏，就因为他们是非战斗人员，想要活命，否则我们绝不可能活捉他们。怪不得这帮人这么死硬，凡是拿枪的，全拼到最后了。哎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？姐姐，他们的秘密对战局十分重要。我觉得把这2个日本人交给中国部队，会有大用处。嘿嘿，夫人好啊！咱们一下山就抓着小鬼子的秘密部队，再把他们送给国军。哎，这回咱们兄弟可在上清江是大大的露脸了。嘿嘿嘿嘿嘿嘿。你们军统谍报都是甩干饭的，天大的机密竟然撞在土族武装的手上。王长官，属下失职。2个日俘供述，日军大本营早已经策划好了5号行动作战计划，也称之为重庆计划。日军的计划是从陕西的南部、湖北的中部、湖南的西部对四川发起进攻，其战略意图是攻陷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，彻底瓦解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抵抗。上清江2个土族武装的遭遇和歼灭，正是日军深入腹地，为日军在湖北进攻四川、勘测攻击路线的特遣队。万幸啊，战区的万幸，党国之万幸啊！你去安排一下，我要亲自接见2个土族武装的首领，嘉奖他们，以示政府的恩泽。长官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这2支武装的女匪首均是剿匪时期漏网的红军女兵。长官亲自接见，恐怕多有不妥吧？目光短浅呀！属下聆听长官的教诲。此时非彼时可比呀！现在是什么形势？红军女兵统领了2支土族武装的首领，出山为党国做出了贡献，成为抗日的先锋，战区应给予嘉奖，彰显出党国摒除前嫌、领导全民抗战的意志。战兄，你这位军统少校的觉悟如此之低，该好好的回炉了。长官高瞻远瞩，非属下所能望其项背。长官今天为我上了生动的一课，属下即刻安排长官的接见事宜。固守峡江上游，做长久的抗战，保证重庆陪都的安全。三江的地盘绝不能全部甩给日本人。三江民勇的抵抗浴血御敌，壮举可嘉。要在磐石堡、黑风洞这2支立下诸勋的土族武装做足文章，大书特书，改造收编为国军敌后游击武装，坚持长久的抗战。战球啊，长官，你们戴老板在江泽沦陷地区组织了收编许多的救国军，混迹敌后抗战，你要好好的给我效仿。是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本少爷还不稀罕。少武，这要见我们的可是一位3星上将啊！哼，3星上将算什么呀？咱家的祖上那是上过金銮殿、见过皇帝老儿的人家。
看来啊，你还是没有忘了你们家是土司的历史。哼哼，再怎么改造，我秦少武身上流着的也是土皇帝的血。土皇帝的血，还真是挺尊贵的。在老百姓面前，我不显；在大官面前，我也不怵。嘿嘿嘿。 我的个天，三星将军啊！二哥，你这个师爷啊懂得多。跟兄弟们说说，一个三星将军到底他娘的有多大呀？起码比那个方七佛大。方七佛，哼，给他提鞋都不够啊！照古志说，翁长官其人，称封疆大吏，也可称统兵大员，手下应该有几十万人马吧？ 那咱兄弟可不一步登了天了啊！乖，几十万呐！屁！甭骗我，接见完了他是他，咱们还是咱们，甭给我来虚的。咱得往实处合计。哎，这次他接见咱兄弟，说明咱们这次立功了。 咱这儿想好要什么，哎，甭能空着手回来，对不对？老大一语中的呀，但凡这个级别的长官接见咱们这些个草寇，总会要客气一番，问问需求。咱们兄弟可要想好了，该要些个什么。哎，夫人，你跟大伙说说，咱要点什么呀？想要什么要什么呗。 至于我想要什么，以后我再告诉你。为了保卫三江，咱们一起同小鬼子开战了，就像当年我们一起打黑狗子一样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领军峡谷中的结义和那场生死离别。 你最不应该忘记的，是我们打土豪的誓言。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，姐姐还一直耿耿于怀呢。要不是现在我们姐妹联手打鬼子了，你才不会给我这个解释的机会呢。哼，我们姐妹这么多年了，难得有机会这么心平气和的时候。 是啊，其实姐姐，当年我跟你一样，在突围中打光了子弹，不想被保安团活捉受辱，才一咬牙跳下了悬崖。后来。 秦少武救了我，为了避开保安团的追查，他把我藏进了他迎亲的花轿里，我才躲过了这一劫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以理解。可是后来，你为什么要偏偏嫁给这个土豪少爷？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曾经说过一起打土豪的誓言吗？你明明知道我最痛恨的就是土豪，可是。 你却一身光鲜，摇身一变，成了土豪的夫人。我知道姐姐一直以来最痛恨土豪，所以这些年，我才能够理解姐姐对我的怨恨。其实，少武他真的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开明进步的土豪。他在省城武汉上过大学，受过很好的教育。 这些年，他跟我一起改变了磐石堡的旧制。现在的磐石堡已经不再有压迫，不再有剥削了。接到帖子了吗？接到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姐姐怎么打算，我就怎么打算。哎，你说这个。 要见我们的这个翁长官，
他算不算是土豪劣绅的大后台？这个黑狗子的大头子？算，还不仅如此，这个人对我来说，还是当年围剿红六军的仇人。就是，要不是因为他呀，我现在早就是红六军的兵了。要不是因为他，姐姐也不会怨恨我这么多年了。这一晃都快10年了。这么听来，姐姐对当年没有投诚红军一直有深深的遗憾。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姐姐当年率着黑风洞投奔红六军，为什么后来又回来了？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都是过去的事儿，不提也罢。你这个土豪去见翁长官，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啊？飞黄腾达，光宗耀祖。你看你这脾气又来了。那我倒问问姐姐，作为一个土匪去见一个国军上将，是不是也想得到什么好处？吃军饷，被招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画个道，看看你这个土豪和我这个土匪怎么个表现。好啊，姐姐先画。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为了事业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土豪姐姐可不能跟你这个土匪妹妹一起进了长官部，丢人现眼。好，那我就不给姐姐丢人现眼了。到时候各行其事。好。站住！什么人？黑风洞的，前来拜会战区翁长官。交出武器，卫兵留在外边。黑风洞从来就没有交出武器的习惯。大胆！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抄家伙！你吓唬谁啊？找死是吧？都别动，把枪放下。诸位可是黑风洞的英雄好汉。这位夫人可是真妹子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在下展雄，司令部少校副官，特地在此迎候夫人。好，那就带路吧。夫人，觐见长官必须要交出佩戴武器，随从要留在外面，这是军规。你小小一个少校，你这话毫无道理。是你们新翁的长官要见我，可不是我要见他。要说规矩，那也应当以黑风洞的山规来论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本夫人无论见什么人，都绝对不会交出武器，因为我们是匪，胆儿小，怕遭人暗算。夫人不畏强权，好欺负，替我们三江民众长脸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见还是不见？你要见就放行，要是不见，咱改日在战场上见。走。哎，夫人且慢。刘队长，请放行。战少校，你是不是只顾着自个儿交差，长了匪气，灭了咱国境的威风？尤兄，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女匪首如此猖狂。
可是上令难违啊！你我兄弟谁也无权取消接见。接下来还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呢。刘兄需严阵以待，一旦长官翻脸，立刻剿灭这群悍匪。嚯！各位哥哥，这会客厅还是他娘的气派。哎，不错不错。未能亲迎豪杰，王某失敬了，请各位多多担待。长官，请容属下介绍。不用介绍了，这位是这半天吧？这位是黑风洞的女首领真妹子，本某早闻威名啊。暮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，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爱，还有热爱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，千山遇上